嗨，你好，我是 Gab。今天呢，我想和你做一个游戏。我会准备一道数学题，这个数学题呢不是很难，但是呢它的答案有很多，一共呢会有2100万个答案。你每算出一个答案，我就会给你10万美金。而且呢，你还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帮你计算。怎么样？你愿意参加这个游戏吗？如果想要的话，请把义父打在评论区。开个玩笑哈。那如果这个数学题真的存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比特币挖矿。挖矿这个词呢，已经出现10多年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你真的知道挖矿这件事的真实含义吗？为什么挖了10几年的比特币还没有挖完？它是不是无限储量呢？那为什么一开始一个个人 PC 一天就可以挖到几十枚，但是现在却越来越少了呢？为什么我们国家要禁止比特币开采，但是很多的国家却支持这个行业呢？我们今天就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让你搞懂比特币挖矿的原理，以及在全球监管浪潮下，海外的挖矿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深刻的变化。2009年一个自称中本聪的神秘人物发布了比特币的白皮书，并且用一台再也普通不过的电脑的 CPU 挖出了比特币的第一个区块——创世区块。在那个时候比特币还是一小撮技术爱好者圈子里头的新奇玩具。所谓的挖矿呢，更像是一场纯粹的智力游戏，一个去中心化思想的社会实验。参与的人呢寥寥无几，难度呢也非常的低。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你只需要打开你的家用笔记本电脑，运行一个简单的程序，可能在你泡杯咖啡的功夫你的电脑就能帮你算出那套数学题的答案。然后呢，叮的一声，几十个比特币就作为奖励，安静地躺在你的数字钱包里面了。这个阶段呢，我们称之为 CPU 纪元。CPU 呢，也就是中央处理器，是我们电脑的大脑。它非常的全能，但是并不擅长做简单重复的暴力计算。不过在那个时候这已经完全足够了。挖矿在当时并不关乎于财富，更多的是关于一个去中心化的实验的构想。随着比特币逐渐走出那个极客的小圈子，越来越多的人呢被它去中心化的魅力所吸引了，加入了这场数字淘金的游戏。矿工越多呢，竞争就越激烈。比特币网络为了保证每10分钟左右能够产出一个区块难度会动态的调整，这就意味着呢，那道数学题变得越来越难解了。很快呢，人们就发现光靠 CPU 那几个核心慢悠悠的去猜那几个幸运数字已经变得力不从心了，效率太低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些聪明的玩家就把目光投向了电脑里的另一块芯片——显卡，也就是 GPU。GPU 呢，也就是图形处理器，它被设计出来的初衷就是为了处理复杂的图像和视频。比如说，让你在玩3A 游戏大作的时候能够有流畅并且酷炫的画面。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像 CPU 一样拥有几个强力并且全能的大脑，而是拥有成百上千个相对简单但是能同时开工的小脑。就打个比方CPU 就像一个数学教授，它能够解决各种复杂的难题。但是 GPU 呢，就像是一个年级里边成百上千个小学生，你让他们去解高数题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呢，你让他们做简单的加减法，他们能人手一个计算器同时开算。而比特币挖矿的这个哈希运算恰好就是这种不需要高深的智慧，但是需要海量的重复计算的笨功夫。GPU 的并行计算能力简直就是为了挖矿量身定做的神兵利器。一台高端显卡的算力能够轻松碾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CPU。于是呢，军备竞赛正式打响了。DIY 的玩家们开始疯狂的在市场上搜刮高端的游戏显卡，他们3块5块甚至更多的组装到一起，搭建了第一代的矿机。这也是为什么那几年你总会听见游戏玩家抱怨说，想买块好的显卡怎么就那么难，价格还那么高。因为他们大部分都被矿工买去了，变成了7×24小时不间断轰鸣的印钞机。挖矿就从一个极客的业余爱好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如果说 GPU 开启了军备竞赛，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角色就直接把这场竞赛推向了工业战争的级别。它的名字叫做 ASIC， 这就是 ASIC 纪元，也是我们一直延续至今的时代。ASIC 呢，全称是专用集成电路。那顾名思义呢，
这是一种为了特定目的而生的，且只为这个目的而生的芯片。当资本嗅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们就不会满足于用游戏显卡这种通用工具来挖矿，他们投入巨资研发出了一种全新的芯片——比特币 ASIC 矿机。这种芯片的生命力只有一件事儿，就是执行比特币的 SHA-256 哈希运算。它不能玩游戏也不能剪视频，除了挖矿什么都干不了。但代价是它把挖矿这件事的效率提升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一台 ASIC 矿力的算机是顶级 GPU 的上千倍，而功耗呢却远低于同等算力的 GPU 集群。ASIC 的出现就像冷兵器时代突然降临的几个坦克或者是战斗机，它对 GPU 矿工进行了一场残酷的降维打击。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 GPU 全部都退出了比特币挖矿的舞台，挖矿的门槛被拉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再是一个个人玩家可以参与的游戏了，彻底的演变成了一场资本、技术和能源的重工业战争。巨头们从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廉价的电力资源，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数据中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矿场。从最初中本聪书房里那台安静的电脑到如今坐落在世界角落里头，吞噬着巨大能源的 ASIC 集群。比特币挖矿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去中心化世界里头的技术迭代与资本演化的战争史。它从一个纯粹的极客游戏开始最终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集群。接下来呢，我们就深入内核，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了解挖矿的核心原理。现在呢，就请大家暂时的忘掉挖矿这个词儿，因为它呢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我们呢就不如想象成一个更贴切的场景整个比特币网络就像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超级账本。为了决定由谁来获得下一页的记账权系统每隔10分钟就会向全世界发布一道公开的数学难题。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矿工就是那些带着自己的超级计算机也就是矿机的这些人前来解题的参赛者。谁第一个解出这道题谁就能赢得2样东西。第一呢是获得授权，把这10分钟内全球发生的所有比特币转账交易打包记录在账本的这一页上。第二呢，也就是最重要的，他将获得系统凭空创造出来的全新的比特币作为奖励。这个过程呢，就是挖矿的本质，一场公开、公平，但是无比残酷的数学竞赛。那么这道数学题的关键就是哈希函数。在比特币的世界里头用的具体型号是 SHA-256。为了方便理解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神奇的数字搅拌机。你扔任何数据进去无论是一句话、一篇小说或者是一段视频，这个搅拌机都会把它搅成一段固定长度，也就是256位的，看起来像乱码的数字或者字母，这个就是哈希值。这个搅拌机呢，它有3个特性第一呢，就是不可逆，就像你无法从一个混合的果汁里头复原出原来的苹果和香蕉一样，你也绝对无法通过哈希值反推出原始数据是什么，这就保证了数据的隐私安全。第二呢是高敏感，只要你输出的数据发生了哪怕一丁点的变化，比如说你把 hello 里边的这个大写 H 改成小写的 h， 出来的哈希值也会变得天差地别，完全的不一样。这种特性就保证了账本上的任何记录都无法被篡改。那第三呢就是确定性，同样的数据无论你扔进去多少次，出来的哈希值永远是完全一样的，这就保证了结果的可验证性。理解了这个神奇的搅拌机呢，我们就能揭开最终的谜底。那矿工们到底在算什么呢？他们不是在做什么高深的计算，恰恰相反，他们在用最笨的方法玩一个叫猜数字的游戏。这个数字呢，技术上被称为 nonce。具体流程是这样的：一个矿工呢，会把他收集到的这10分钟内待确认的交易打包好，再附加上一个区块的哈希值，就成了一个候选区块。然后呢，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他需要在这个候选区块的数据包后面添加一个自己猜测的幸运数字，也就是这个 nonce。然后呢，他把这个包含了所有的交易加上一个区块哈希加他猜的这个 nonce 的完整的数据包，
一股脑的扔进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叫 SHA-256 的搅拌机里头，它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哈希值？比特币系统呢会给一个难度目标，这个目标呢非常苛刻，比如说呢，它会要求最终计算出来的哈希值必须以18个0作为开头才算合格。于是呢，全世界所有的矿机唯一的一个工作就是在1秒钟之内进行成千上亿次的这个尝试，试一个这个 nonce 值，扔进搅拌机里头看结果是不是合格。如果不合格，那就再计算下一个 nonce， 再扔进去再看结果。这个过程就周而复始，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暴力破解机器疯狂的在碰撞，直到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天选的这个 nonce， 能让最终的哈希值呢不多不少，正好满足开头是18个0的要求。第一个找到这个天选 nonce 的矿工呢，就会立刻向全网广播他的答案，而其他矿工呢验证这个答案就非常简单了，他们只需要把这个胜利者的数据和他找到的这个 nonce 在自己的搅拌机里边算一遍，看结果是不是合格的就行了。一旦验证通过这个新的区块就被正式的链接到了区块链上，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而这位付出了巨大的算力的胜利者就赢得了记账权和全新的比特币奖励。这个通过巨大的计算工作量来证明你有资格记账的机制就是比特币安全和运行的机制。我们称之为工作量证明，也就是 POW。 它能用能源消耗和计算成本为整个系统构筑了一条坚不可摧的护城河，确保了攻击网络的成本远高于攻击可能带来的收益。当然了， POW 因为巨大的能源消耗也备受争议，因此呢，社区也发展出了另一种主流的共识机制，叫做权益证明，也就是 POS。 以太坊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机制。 POS 的逻辑完全不同，它不比谁的算力强，而是比谁在这个系统里边质押的这个币更多，时间更长。你锁定的币越多呢，就越有可能被系统随机选中，成为下一个记账节点，并获得奖励。如果说 POW 的法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那 POS 的法则就更像按资分配，用你已有的财富来为你自己担保和创造新的财富，这就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那理解了挖矿的底层逻辑，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全球市场上边比特币挖矿都有哪些发展。理解了挖矿的核心原理我们就能真正的看懂为何这场工业战争的全球版图在过去的几年里头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地壳运动。如果你对挖矿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年前，那么你可能错过了一场堪比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算力大迁徙。一切的转折点就发生在了2021年。在此之前呢，全国超过一半甚至一度接近2/3的比特币算力都集中在中国，尤其是水电资源丰富的四川、云南，以及火电价格比较低廉的内蒙、新疆等等地方。中国的矿工们凭借着能源和硬件的双重优势，主导着这个行业。但是这对电力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内电力市场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所以呢，一纸经令让这一切戛然而止。这场史无前例的行业整顿直接导致了比特币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算力出海。数十万台的矿机被打包装箱，通过空运、海运，开始了一场寻找新能源和新政策洼地的淘金之旅。那么这些迁徙的算力最终都流向哪里了呢？首当其冲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德州，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能源孤星州变成了全球矿工眼里边的应许之地。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德州？答案很简单，就是能源。德州不仅拥有全美最独立、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电网，最重要的是它拥有海量的常常被浪费掉的天然气和风能资源。在这里挖矿不再是单纯的电力消耗，它正演变成一种全新的角色——电网的超级稳定器和能源的终极买家。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我来给你解释一下。首先呢，是利用搁浅能源。在德州的油田里头有大量开采石油时候伴生的天然气，因为没有管道运输过去只能在现场把它直接烧掉，这个就叫天然气火炬，既浪费能源又污染环境。而现在呢，矿业公司直接把集装箱式的移动矿场拉到了油井边上，用这些本来要烧掉的废气发电，就地挖矿。这简直就是变废为宝的典范。
完美的解决了能源浪费问题啊，还降低了碳排放。其次呢，就是错峰响应。工厂呢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可中断的负荷。当夏季用电的高峰，居民都需要开空调的时候啊，电网公司可以付费要求矿场立即关机，把电力呢让给民生。而在半夜风力发电过剩，电价极低甚至是为负的时候啊，矿场又可以开足马力，消化掉这些多余的清洁能源。这种灵活的调节能力啊，极大地增强了电网的稳定性。正是这种与能源生态深度绑定的新模式啊，让比特币挖矿在北美从一种备受争议的能源怪兽，开始被重新审视，甚至被视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稳定电网的潜在解决方案。当然了，世界这么大，新的淘金热土也不止北美，像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曾因其廉价的煤电啊，一度成为中国矿工出海的第二选择。但很快呢，因为电力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和政治动荡而遭遇了挑战。在南美的巴拉圭呢，凭借着伊泰普水电站几乎用不完的廉价电力啊，也吸引了全球矿业巨头的目光。像中东的阿联酋等国家也利用了其丰富的资本和能源，也积极的在布局，试图成为下一个新的算力中心。在俄罗斯呢，则依靠其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低温气候和过剩的水电啊，一直保持着全球算力的重要业绩。矿场像一个聪明的猎手啊，在全球寻找着一个又一个能源的猎物。而伴随地理位置的变迁啊，另一个深刻的趋势是挖矿行业的华尔街化和去散户化。在北美啊，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矿业公司纷纷选择上市，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公开的资本市场上获得海量的资金，用来采购最新的、最高效的矿机，并签署长期的价格低廉的电力合同。这场游戏的门槛已经高到普通人无法想象了，不再是关于你能不能搞到几台矿机，而是关于你能不能管理一个15万台机器，能耗堪比一座小城市的超级数据中心。资本、技术、供应链、能源策略，每一个环节啊，都在进行着极致的专业化竞争。总的来说呢，今天的海外挖矿市场啊，已经告别了那个野蛮生长的草莽时代，它正在变成一个更加合规、更加注重环保叙事、与传统能源和金融市场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的成熟产业了。这场新的淘金热啊，比拼的不再是勇气和运气，更是资本的厚度、技术的深度以及对全球能源网络的战略远见。这场围绕着激涨权的竞争啊，本质上是为了解决一个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终极难题：如何在没有中心化权威的情况下建立信任。无论是估断量证明那种看似浪费的巨大能源消耗，还是权益证明背后复杂的经济博弈，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啊，为这个去中心化的世界构建着安全和共识的基石。如今呢，挖矿的故事啊，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比特币叙事了，它正在深度地融入传统的能源领域，探索着利用搁浅的能源稳定电网的全新可能。它也面临着来自监管和 ESG 的审视，驱动着整个行业向着更清洁、更持续的方向进化。这场竞争呢，没有终点，芯片呢会持续的迭代，算法呢会不断的革新，全球算力的版图呢也仍然会随着能源的价格和政策的风向而漂移。但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啊，挖矿的核心魅力始终在于它利用代码和数学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构建价值新范式的可能性。它或许复杂，甚至充满争议，但它呢也确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颠覆我们对于信任、价值和共识的传统认知。关于 Web3 呢，你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或者独到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那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呢，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